告诉你，医学上宣告的心跳停止、呼吸归零，根本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一场长达49天、极度真实的灵魂审判的起点。你会不会觉得背脊发凉？其实，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被世俗的表象给骗了。我们总以为人死如灯灭，只要盖上白布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这辈子的恩怨情仇就真的到此为止了。所以，我们急着办理繁琐的后事，急着准备告别式，急着讨论财产的分配，急着用各种世俗的仪式来掩盖我们面对死亡时内心的慌乱与恐惧。但真相是，那个刚脱离躯壳的神识，此刻正站在一个极度敏锐却又无比迷茫的十字路口。他听得见你们在灵堂外的每一次争吵，感觉得出你们的每一丝焦虑。他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生跑马灯，善恶业力正在疯狂拉扯，而生者的无知往往会成为推他们下坠的最后一把推力。今天我将带你揭开佛法中中阴身这49天的生死真相。看完之后，你不仅会彻底明白亲人离开躯壳后到底在经历什么样的挣扎，更会学到3个立刻就能做到的微小行动。我保证，这能帮助你把悲伤化为最强大的祝福，让你不再充满自责与无力感，而是亲手为它点亮一盏轮回路径上的明灯，让它真正安心笑着走向善道。很多人以为死亡就像关掉电视机，荧幕一黑，一切就结束了。但佛陀告诉我们，生命的真相并不是这样的。死亡不是一扇瞬间关上的门，而是一座长达49天的桥。当一个人的呼吸停止，心跳归零，医生宣告死亡的那一刻，他的神识会脱离那个生病老化的躯壳，进入一个佛学上称为中阴身的阶段。这整整49天，他不会马上离开。什么是中阴身？要怎么理解这个状态呢？其实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无实体的梦境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平常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，明明躺在床上没有动，可是你在梦里被人追，你会觉得恐惧；你在梦里受伤，你会觉得痛；你在梦里吃到好吃的东西，也会觉得开心。在梦里，一切都无比真实。中阴身就是这样一种状态，它已经没有躯壳的束缚了，不再是人的形态，当然也不是鬼的模样，因为没有实体，墙壁、高山都挡不住它，一个念头瞬间就能抵达。但也正因为没有了肉体的保护与迟钝，他的神识变得像是一个极度敏感的接收器，他听得见你们的哭声，感觉得出你们的悲伤。活着的时候，别人骂你一句，你可能睡一觉就忘了，但在中阴身的梦境里，亲人的一声叹息，对他来说，都像是在耳边打雷一样震撼。你可能会问，那这49天里，他待在这个梦境中，到底在经历些什么？这个时候，他正在经历一场极其清晰、毫无保留的人生跑马灯。我们常听人说，在生死关头，脑海里会闪过这一生的画面，那真的不是幻觉，那是真实发生的事。佛经里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，叫做阿赖耶识，听起来很深奥，但白话来说，阿赖耶识就像是我们灵魂深处的云端硬碟。你这辈子所有的起心动念，不论是深夜里的一声叹息，还是对陌生人的一次微笑，做过的每一件事，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无论好坏，都自动备份在里面。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有工作要忙，有生活要顾，所以你感觉不到。可是当躯壳的使用期限到了，世界安静下来了，这个时候云端硬碟里的记录就开始自动播放了。这场跑马灯不是一闪而过，而是在这49天内不断的轮回重播。这不是老天爷在审判他，而是灵魂自己的良知彻底苏醒了。佛经里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，
古时候有一位非常有钱的商人，他一生做生意非常精明，但也非常苛刻。他不肯吃一点亏，常常为了几块铜板跟穷人计较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得了重病，陷入了深度的昏迷。所有人都以为他快不行了，但在他昏迷的这段期间，他的神识其实已经进入了类似中阴身的梦境状态。在这个状态里，他发现自己走在一片黑茫茫的荒野上，四周没有半点光亮，只有刺骨的寒风。突然，他看见前方出现了一堆一堆的黄金跟珠宝，都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财富。他高兴地跑过去，想抱住它们。可是当他的手一碰到那些黄金，黄金瞬间变成了滚烫的火炭，把他的神识烫得痛苦不堪。接着，他看见周围出现了许多可怕的黑影，对着他张牙舞爪。他仔细一看，那些黑影全是他生前在生意上欺压过、算计过的对手跟穷人。那些人眼里的怨恨化成了一阵阵阴冷的风，吹得他浑身发抖，无处可逃。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漆黑的天空中突然降下了一道非常微弱但温暖的黄色光芒。这道光芒慢慢靠近他，化作了一个拿着破碗的老乞丐。商人认出来了，那是他年轻刚创业的时候，有一次心情好，随手施舍过一碗热粥的老乞丐。就因为那一碗粥的善念，在这个可怕的跑马灯境界里，化作了唯一能保护他的光。老乞丐的光芒包围着他，把那些充满怨恨的黑影给挡在了外面。商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生前拼命算计来的财富，死后全变成了折磨自己的火炭，而那一次微不足道的善良，却成了灵魂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后来商人奇迹般地苏醒了，他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家里的财富全部拿出来布施。因为他亲身经历过那个无实体的梦境，他比谁都清楚，阿赖耶识里的记录是骗不了人的。你在这世上留下的每一分善恶，最终都会以无比真实的方式回到你自己身上。这49天的中阴身，就是灵魂在审视自己的一生。他会在恐惧、悔恨与渴望之间挣扎，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最后决定来生投胎的方向。在这场孤独的梦境与跑马灯里，他极度需要指引，而能拉他一把的只有还活着的你们了。我们刚刚说到，中阴身就像是一场无实体的梦境，神识的感知被无限放大。那么在这个阶段，如果家属做错了事，会发生什么后果呢？我们把场景拉到殡仪馆告别式会场，一位老父亲刚刚过世，遗体还静静地躺在冰柜里。可是灵堂外头，他的几个儿女却已经为了争夺房产和银行存款吵得不可开交。大儿子拍着桌子说自己照顾的最多，小女儿哭着指责，说哥哥当年拿了老爸多少钱。大家互相清算，互相指责，甚至在往生者的灵前爆粗口、摔东西。他们以为爸爸死了，听不见了，但其实老父亲的中阴身就站在那个灵堂里。他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孩子们为了一点钱撕破脸。在那个极度敏感的梦境状态下，老父亲的灵魂感受到的是极度的失望、悲痛，还有一股无可遏制的愤怒。在佛法里，这股愤怒叫做嗔恨心。人在临终或是中阴阶段，最怕的就是升起这个嗔恨心，因为神识失去了躯壳的重量，能牵引他去向的只剩下念头的重量。当他心里充满了愤怒、怨恨跟不甘心的时候，这股巨大的负面能量就像是一颗沉重无比的石头，瞬间绑在老父亲的灵魂上，拉着他笔直地往下坠落，直通地狱道或是恶鬼道。这真的不是在吓唬人。佛经里有一个非常震撼的历史公案。从前有一位修行非常高深的法师，他出家几十年，严守戒律，对世间的金钱、名利甚至生死他都看淡了，全部都放下了。
唯独有一样东西他放不下，那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供养给他的一只紫金钵。这个钵做得太精美了，老法师实在是太喜欢了，他每天都要拿出来擦拭，摸了又摸，爱不释手。后来老法师老了，临终的时刻到了，他躺在病榻上，原本可以平静地念着佛号，跟着佛光往生善道。可是就在他快要断气的那一瞬间，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我死了以后，我那个漂亮的紫金钵会被谁拿走？就因为这多看一眼的贪恋，就因为这临终前的一丝不舍与执着，老法师断气了。但他没有去到极乐世界，他转世投胎，变成了一条长满毒牙的毒蛇，死死地盘绕在那个紫金钵上，谁靠近他就咬谁。如果连高僧都会被一个微小的执念绊倒，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人呢？而在佛门里还有另一个关于放不下的故事，每次读起都让人忍不住鼻酸。从前有一个村庄，村里有一位非常慈祥的母亲，她中年才生下一个独生女，母女俩相依为命，感情好得不得了。母亲把所有的爱，所有的心血全部都投注在这个女儿身上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女儿在17岁那年突然染上了一场疾病，连最后一句交代的话都来不及说，就这样过世了。这位母亲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在女儿的告别式上，她哭得几次昏死过去。把女儿安葬之后，她的悲伤并没有停止，她每天不吃不喝，整天就坐在女儿的房间里，抱着女儿穿过的衣服，一边流泪一边呼喊着女儿的名字。她喊着，我的心肝宝贝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，丢下妈妈一个人？你回来啊，你把妈妈也一起带走吧。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母亲的眼睛都快哭瞎了，身体也虚弱的只剩下一把骨头。村里的人怎么劝都劝不听。有一天，村里来了一位云游的出家师傅，师傅听说了这位母亲的事，便亲自来到了她的家里。看着满脸泪水的母亲，师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，你以为你这么做是因为爱她，但你知不知道，你的眼泪正在让你的女儿受尽折磨。母亲听了非常生气，反驳说，你胡说，我这么爱她，我怎么可能折磨她？师父没有多做辩解，只是让母亲闭上眼睛，然后用自己的修行法力，让母亲的神识暂时进入了中阴身的境界，去看看她日夜思念的女儿。母亲在一片灰暗迷蒙的世界里，终于看见了她的女儿。可是眼前的景象却让她心碎肠断。她看见她最心爱的女儿穿着生前最喜欢的那件花洋装，可是衣服却是湿透的，不断地往下滴着水。女儿的肩膀上挑着一副极其沉重的扁担，扁担两头挂着2个巨大的水桶，里面装满了黑沉沉的水。女儿每走一步都显得非常吃力，她的双腿在发抖，肩膀被扁担压出了深深的血痕。她一边艰难地往前走，一边痛苦地哭泣着。在女儿的前方，明明有一道温暖明亮的佛光，可是因为那2个水桶实在太重了，女儿根本走不快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光芒离她越来越远。母亲在境界里大喊，女儿啊，你为什么要挑那么重的水？快放下啊！女儿听见了母亲的声音，抬起满是泪水的脸庞，无比哀怨地说，妈妈，这不是普通的水，这2个桶子里装的全部都是你这几个月来为我流下的眼泪啊！每一滴眼泪到了这里都变成了1000斤重的铁水。妈妈，我本来可以跟着那道光去投胎的，可是你的眼泪太重了，压得我喘不过气，压得我无法往前走。妈妈，求求你不要再哭了，放我走吧。听到这句话，
母亲瞬间从境界中惊醒过来，她整个人瘫软在地上，泣不成声。直到那一刻，她才真正明白，原来世间最深沉的爱，如果带着自私与执着，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就会变成最残忍的枷锁。从那天起，这位母亲再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，她把悲伤化作了行动，每天清晨起来为女儿诵经念佛号，把家里多余的粮食拿去布施给穷人。她不再呼喊女儿回来，而是每天在心里温柔地对女儿说：孩子，妈妈很好，你放心去吧，往有光的地方走。你看，这就是牵挂的重量。我们总以为哭得越大声就是越在乎，紧紧抓着不放就是情深意重。但在生死面前，这样的执念不仅困住了活着的人，更深深拖累了即将远行的灵魂。你的眼泪真的是往生者渡河时最沉重的一场雨。很多家庭在亲人离开时哭得撕心裂肺，喊着你不要走啊。我们总以为这就是最深的爱，但对处于中阴身的往生者来说，这份不舍却成了最沉重的枷锁。他本来听见了诵经声，看见了光，准备要往上走了，听到你这么痛苦的哭喊，他心生不舍，频频回头，这一回头脚步就重了，他就错失了走向善道的机会。就像一滴墨水落入清水中，自然就会浑浊，一束光射入黑暗，自然就会照亮。是你生前的贪婪，灵堂前的嗔恨，还有放不下的执着，这股黑色的业力把你吸进了相应的黑暗境界里。所以家属们，你们的牵挂，你们的争吵，你们的一念之间，真的会决定他下一世的去向。了解了执念的可怕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中阴身的49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。很多家庭不理解，为什么亲人过世后，法师诵经或者民间习俗做七一定要做满749天。因为在佛法里，这49天每过一个7天，都是灵魂的一次关键转折，是一次选择，更是一场善恶业力的拔河。在第一个7天和第二个7天，神识刚离开躯壳，状态是最模糊的，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已经离世了。他会回到熟悉的家，看望亲人，甚至看着自己躺在棺木里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家人哭得歇斯底里，或者为了遗产争吵，他就会被这些沉重的牵绊给拖住，停留在原地，痛苦不堪。但如果这个时候他听见的是家属平静的诵经声，是一句句的阿弥陀佛，那就像是在迷雾中为他点亮了一盏灯，能极大的帮助他向着光明的方向走。到了第3个和第4个7天，灵魂开始面对自己生前重大的错误，善与恶的力量开始在他眼前显现。这个时候，佛经里说，会有一阵名叫夜风的风吹过来，这阵夜风会把灵魂卷入轮回的轨道里，就像一阵大风吹落叶，落叶能飞去哪里？全凭这片叶子本身的轻重。你生前积德行善，心念清净，你就轻盈，善的夜风就会把你吹向光明温暖的世界。你生前贪婪暴躁，满心怨恨，你就沉重，恶的夜风就会把你拖向寒冷受苦的境地。到了第5个7天，也就是过世后的第28天，灵魂来到了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。这个时候，他大部分的记忆已经苏醒了，他终于彻底接受自己已经死亡的事实，但是他也开始变得极度焦虑与恐惧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哪里，眼前一片漆黑，看不见尽头。佛经里形容，这个时候的灵魂就像是一个双眼失明的孩子，在漆黑的深山老林里惊恐地到处乱走。为了让大家更清楚这49天转折点的力量，我们来讲一个佛教里流传很广的故事。在古印度的一个海港城镇里，有一位名叫阿胜的渔夫，他一辈子都在海上捕鱼。
为了养家活口，他的手里沾满了无数海族众生的鲜血。阿胜的性格很粗暴，平时也不信佛法，只要有人劝他少杀生，他总是不屑一顾地说：人活着就是要吃饭，我不杀他们，难道要饿死吗？然而，因果轮回从来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就不存在。有一天，阿胜在海上遇到了狂风暴雨，渔船翻覆，他掉进海里淹死了。阿胜断气之后，他的神识进入了中阴身的状态。在第一个7天里，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。他看见自己泡在冰冷的海水里，拼命想要游回岸边。可是，不管他怎么游，四周永远是漆黑一片。到了第2个7天和第3个7天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阿胜的云端硬碟阿赖耶识里，那些杀生的业力开始全面爆发。他看见四面八方的海水中涌出了无数条翻着白肚皮的死鱼，那些鱼的眼睛里充满了怨恨，它们张开长满尖牙的嘴巴，疯狂地朝着阿胜的灵魂撕咬过来。阿胜在中阴身的梦境里感受到了极度的恐惧和撕心裂肺的痛苦。他拼命地跑，拼命地躲，可是那些被他伤害过的生灵紧紧咬着他不放。一股庞大而阴冷的恶业之风正拉着他直直地往最痛苦的地狱道坠落。而在现实世界里，阿胜有一个非常孝顺而且深信佛法的儿子。儿子知道父亲生前杀业太重，死后一定会面临极大的劫难，所以当阿胜的遗体被打捞上来时，儿子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哭天抢地，也没有办热闹的后事。儿子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在父亲的灵前点上了一盏长明灯，然后跪在佛像前，发愿要在这49天内每天为父亲持诵地藏经，并且吃素戒杀，把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父亲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中阴身里的阿胜正被无数的怨魂拖拽着，几乎要绝望了。就在第5个7天，也就是阿胜面临最关键转折的那一刻，他在无边的黑暗与痛苦中，突然听见了一个非常微弱但无比坚定的声音，那是他儿子念诵佛经的声音。伴随着这阵诵经声，漆黑的海底突然裂开了一道缝隙，一束温暖柔和的金色佛光穿透了重重的黑暗，直接照射在阿胜的灵魂上。那束光芒里带着儿子纯洁的孝心，带着佛法不可思议的慈悲力量。当这道金光照下来的时候，那些原本紧紧咬着阿胜不放的怨魂，一碰到金光，身上的怨气竟然奇迹般的消散了，一条一条化作光点往上升起。阿胜看着这一幕，原本刚强顽固的心突然崩溃了。他想起了儿子曾经劝他的话，他的心底第一次升起了深深的悔恨。他在那道佛光中跪了下来，流着眼泪说：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就在他升起这一丝忏悔心的瞬间，他身上的沉重感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原本拉着他往下坠的恶业之风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带着檀香味的扇风，轻轻地将他的神识拖了起来，顺着那道金色的佛光一路往上飞升，最终脱离了恶道，转身到了一个充满光明与安宁的善界。这就是49天内家属行动的巨大力量。每一次诵经，每一次点灯，都是在为中阴身里的亲人输送改变命运的能量。当阿胜的故事落幕，我们再来看看，如果灵魂来到了第6个7天，也就是往生者过世后的第42天，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到了这个阶段，轮回的轨道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。佛经中形容，此时会刮起一阵无法抗拒的引业之风。这股业风会根据灵魂即将投胎的方向，在他们眼前变换出各种强烈的幻境。当夜风吹起，若他即将投生天道或人道，眼前会浮现华丽的宫殿或人间的灯火；但若即将堕入畜生道或地狱道，
看见的可能就是深渊、黑洞与狂风暴雨。面对这些逼真的幻境，缺乏福德支撑的神识会感到极度恐慌，急切地想向活着的亲人求救。因为失去了躯壳，他们唯一能跨越阴阳两界的求助方式就是透过念力托梦。在这1个多月里，很多人会突然梦见往生者。请记住，这绝不仅是日有所思，而是他最后的求救讯号。若梦里的他衣衫褴褛，满脸愁容，甚至场景阴暗寒冷，代表他正被恶业牵引，即将下坠。这时候，家属千万别只是醒来痛哭，要赶紧把握最后的黄金时间，为他念佛、布施，将功德回向给他。若梦见他沉默不语，那可能代表业力仍在僵持，还在等你推他一把。相反的，若他穿着整洁，面带微笑，甚至身处光明之中，那就真的恭喜你。这说明他真真实实收到了你们这段时间做的功德，准备往生善道，是特地来道别报平安的。所以家属们千万不要忽视这段期间的梦境。每一次的相见都是他跨越生死，用尽全力的呼喊，终于来到了第7个7天，也就是满期期的这一天。这是最后的审判之门。在这一刻，所有的回忆，所有的执念，所有的善恶，都会像算总账一样被灵魂自己再过最后一遍。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过了这个时间窗口，下一世的去向就彻底注定了。这时候谁能助他一臂之力？只有活着的你们。你若在此时为他念佛、布施、持咒、点灯，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小的功德，都可能是压垮他身上恶业的那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让他瞬间升华，不至于堕入恶道。听完这49天的历程，很多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会觉得很焦虑，甚至会问：老师，我不会念那些长长的经文，我也不懂复杂的佛法仪式，难道我就帮不上亲人的忙了吗？又或者有人会想，如果我以后面临死亡，我也好怕会堕入黑暗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其实答案非常简单。我知道面对无常，我们都会有深深的无力感，但其实只要透过以下3个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，你就能把这份无力化为最强大的祝福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不是要你遁入深山老林，也不是要你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敲木鱼。修行就藏在你每一个当下的起心动念里。如果你希望为离世的亲人积福，也希望为自己的未来铺一条光明的路，今天看完影片，你立刻就可以开始做这3件微小但力量庞大的事。第一个行动，最简单的一杯水，一句佛号，供养法。很多人以为一定要花大钱办豪华的告别式，烧成堆的纸钱才叫孝顺。其实中阴身没有实体，他吃不到你拜的那些大鱼大肉，他真正能吸收的是你的念力。你可以在家里一个干净的角落，或者在亲人的牌位前用心供上一杯清水，然后静静地坐下来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专心为他念10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南无地藏王菩萨。你用心的这一句佛号胜过千言万语的哭泣。你供的这一杯清水能化为中阴身里的一场甘霖，让他在恶鬼道中获得片刻的清凉。不是看仪式有多大，而是看你的发心有多真。第二个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清空硬碟练习。我们前面说过，阿赖耶识就像是我们灵魂的云端硬碟，会自动备份你所有的善恶念头。其实我们每天晚上的睡眠，在佛法来看就是一次小死，而每天早上的醒来就是一次重生。今天晚上睡觉前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闭上眼睛，在脑海里回放一下今天发生的事。今天有没有对谁发脾气？有没有因为贪心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？
如果有，在心里默默说一句：对不起，我忏悔，我放下了。把这些负面的垃圾清空，不要带进你的云端硬碟里。你若每天都能这样清空执念，那你未来面对真正的死亡时，你的心就是轻盈的，夜风自然会把你吹向光明的地方。第三个行动，每天一次的口吐莲花练习。我们常常因为忙碌、情绪低落，把最坏的脾气都给了最亲近的人。很多人都是等到亲人躺在灵堂里了，才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好好说话。从今天起，规定自己每天至少对身边的人说一句充满善意的话，不管是一句你辛苦了，还是谢谢你，甚至是对路边的清洁人员微笑点个头，这就是在结善缘。你现在结下的每一个善缘，都会在你未来走向中阴身的那条黑路上，化作一盏一盏为你照路的明灯。你看，其实修行真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遥不可及，对吗？活着的时候善待别人，就是善待未来的自己。亲人离开的时候放下执着，就是对往生者最深沉的爱。我们常说，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告别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学会了如何相爱，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该如何面对分离。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亲人离世的悲伤，如果你常常在夜里偷偷流泪，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，请你记住今天这支影片的内容，不要一味的痛哭，也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跟着他一起走就是一种背叛。在佛法里，放下从来不是无情，而是为了建立更深层、更美好的连结。你越是活得积极向上，你的心越是安定，他在中阴身的梦境里就越能感受到那份平静。这49天对灵魂来说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清算与重塑，但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，又何尝不是一次生命的觉醒呢？就像我们活着的人总是在经历一次次痛苦之后才学会成长，在经历一次次分别之后才更懂得珍惜。生命就是如此，一层一层剥落执念，一点一点靠近光明。真正的爱不是紧紧抓着他的衣角不放，而是点亮一盏灯，温柔地目送他走向更光明的地方。金刚经里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人生就像是一场梦，死亡也只是一个幻象，唯有内心的觉悟才是生命真实的开始。愿你从今天起学会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种下善的因，在每一个起心动念里修持正的念。也愿你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带着这份觉知，活得善良，活得慈悲，活得没有遗憾。影片的最后，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一起来做一件充满功德的事。如果你听完这期内容，内心有一丝触动，或者你心里也有一位无比思念已经离世的亲人，请你在底下的留言区写下他的名字，或者为他送上一句：愿你放下执念，往生善道。我们一起用这股聚集起来的强大善念为他们回向，也为我们自己种下未来的福田。这条修心与觉悟的路很长，但你并不孤单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为你的心带来了一点平静，或者解答了你对生死的疑惑，欢迎你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把这份善念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我们下期影片再一起学佛修心。阿弥陀佛。